係咁網友嗱，我上次講到呢個民主嘅呢個第三講有講到，你發現咧就係其實民主咧就有民主嘅習慣嚇或者思維啊，係有兩種嘅，一種係來自傳統嘅。如果你傳統冇呢樣嘢嘅時候咧，你要直入咧係困難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講呢個民主最早奠基嘅地方就係英國。英國咧就係有呢個議會嘅權力去制約嗰個由大憲章開始，貴族同埋議會嘅權力去制約國王。呢個成為第一個合約式嘅國體，全世界都冇嘅，未有憲法之前。即係個統治者同另外一班人簽一張合同，點樣去管理呢一個？因為統治者以前係有傳統嘅、有絕對嘅權力㗎嘛。咁雖然習慣上，但對佢哋有啲制約，但係咧就冇簽一張合約嘅。呢個咧就大憲章咧係世界上第一張咁樣嘅合約，據我所知就。咁我哋又要講翻去，我 refer to 咧。就係呢個係佢哋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會議，貴族會議去約束個英皇嘅收稅咧？呢個就係咁，就因為央格魯遜黑川民族咧就係有部落會議嘅，呢個部會議咧原來都存在。咁因為呢一點咧，我哋又講翻更早時期佢嘅另一個始源啊，就係希臘嘅城邦。希臘嘅城邦傳去羅馬嘅城邦，就係所有自由人咧係會開會推選呢個執政同埋判案嘅。好啦，咁我都話啦，一個學 critical thinking 嘅人，我又 look back 喎。咁究竟呢啲咁樣嘅所有公民一齊去開會討論嗰個羣體嘅事務，係咪一個普遍嘅存在咧？哦，原來係。全世界都係如此嘅，全世界都如此。去到最近，你去到嗰啲最唔發達嘅地方嚇，最落後嘅地方，譬如非洲嘅 Bushland 咧，就係最落後嘅地方，或者新幾內亞咧，有重要嘢都會成族人開會嚟到討論。雖然佢哋比較尊重嗰個酋長嘅意見，但係咧就唔係真係一個獨裁嘅統治嚟嘅。但係咧，你見到呢啲咁嘅傳統咧，佢慢慢咧就會消失，變成咗一個權力嘅架構，就唔需要再開會。嗰個權力嘅架構咧就係好多時咧就分為兩層，一種咧就係嗰啲頭人啊，即係嗰啲即係等於嗰啲封建嘅貴族，而係封建貴族上邊咧就終於係有一個國王或者大酋長。而喺呢個外國歷史上邊咧，你見到呢啲咁樣嘅部落會議對嗰個貴族嗰個約束，然後貴族嘅會議對嗰個君王嘅約束咧，係越嚟越少嘅。無論喺法國又好，喺呢一個俄羅斯啊、德國啊、中國呢啲地方咧，呢啲約束力係越嚟越少。喺中國咧，幾乎完全消失咗嘅。中國完全消失咗。我哋只講少少嘅遺跡，咧就係喺我哋嗰啲祠堂嘅會議上邊。而家咧就係去到清朝末年咧，清朝民國咧，仲有祠堂公審嘅，去祠堂開會，所有男丁都可以嚟開會，對某啲事咧表達意見嘅，就係剩翻呢啲遺跡啫。而跟住落嚟，我哋睇翻喺歷史上乜嘢人？呢啲習慣係保持得比較長咧，就係遊牧民族。凡係遊牧民族咧，就唔會學農耕社會咁。農耕社會咧就好快咧就變咗父傳子嘅，一代代傳落去嘅。而遊牧民族咧就因為佢控制唔到啲人民啊，農耕咧就係封建思想咧就好容易，啲人民咧就跟住啲地。你好容易控制到啲人，嗰個政府嗰個頭人嗰個
需要付出嘅管治成本係少啲。遊牧民族咧，嗰啲人咧就攞咗啲草啊，嗰啲跟住逐水草而居，有牛啊，有羊啊，有馬，佢周圍走啊。如果你個人係唔能夠服眾咧，嗰啲部眾就走散晒，你根本咧就控制唔到佢，揾唔到佢邊度。以嗰陣時嘅 communication 同 transportation 嚟講，所以你見到好多遊牧民族咧，嗰個都有某種程度嘅選舉制度嘅。我同大家講一樣好得意嘅，呢一個係我睇本書講嘅。佢話原來薛丹嗰陣時咧就係佢哋先選咗有8個部落，8個部落咧選咗個大人領導人出嚟，然後咧就8部咧就一齊再開會選舉一個總頭領出嚟。選舉出個總頭領即會發生一件咩事咧？你唔信喎，你唔信喎。大家飲酒飲到好高興，大家揾張氈抬住佢行一個圈，啲人向佢跪拜之後咧，就扶佢上隻馬度，就揾條繩咧勒佢，勒到佢咧就 Q 死咧就係反咗白眼，爭啲死咧就放咗佢，神志昏迷嗰度咧就猛戳佢，你要做幾多年？做幾多年？佢咧就噏一個年份啫，17年。咁咧佢就做呢個黑汗咧，只準做17年。17年後咧就可以殺死佢，揾第二個做嘅。嗱係咁嘅，係去到耶律亞保基咧就推翻咗呢種制度，佢就自殺，因為佢嘅功勞好大，將薛丹嘅領土擴充到好大，然後咧又滅咗渤海國。咁所以咧就係啲人奈佢唔何，佢話我自殺，就換翻落嚟咧就係傳俾佢個仔，就係咁樣嘅，即係等於大禹傳翻佢個仔。你見到咧，就因為嗰個農業社會仲唔係好穩定嘅。好啦，去到呢度咧，我又要講點解希臘會變咗一種咁樣嘅制度？基本上佢嗰啲城邦係幾千人咁上下啦。佢哋嗰啲有自由民身份嘅人，佢要血統咧一定要係啱喎，即係當地人嘅血統，外人咧唔准投票，係要爸爸媽媽，譬如係雅典人公民先有權投票嘅。只要個媽媽唔係咧，佢都唔係雅典公民嘅，就算好出名嘅人都唔係雅典公民嘅。似乎咧佢哋呢種制度咧能夠保存到落嚟咧，就因為佢哋有商業。你知希臘咧係一個好貧瘠嘅地方，佢哋咧就有船同外國做商業。凡係有商業嘅地方咧，你就發現咧，就係呢一種嘅比較民主嘅制度咧係可以保存到落嚟，因為咧商業同埋遊牧民族一樣，你管唔到啲人喎，嗰度有可以走咗去喎做生意坐船，佢好有錢喎，有走咗以後都唔翻嚟點啊？即係你人民個政府嘅統治係要靠人民嘅 consent 嘅，又因此某種程度係唔能夠太過勉強嘅。一個好好嘅例證就係我哋睇到呢一個喺中世紀文藝復興之前嗰啲城邦咧就出現嗰啲大城市啊，意大利嘅自由城市就出現呢種情況。其實咧就因為嗰啲封建領主係管理唔到啲城市，城市一樣好複雜嘅嘢。即係如果你用傳統收地租嘅方法去管理咧，你又唔知點樣管理個城市。於是咧嗰啲城市嗰啲人咧就夾埋咧就嚟管理自己。咁個嗰笪地係屬於個封建領主嘅，咁點咧？佢哋即係每年咧就交一個稅俾個封建地主，就買咗自己嘅自由。嗰啲咧就係 charter city， 你知唔知啊？呢個咧就係 form 咗歐洲嘅城市出嚟。而於是佢哋就有咗自治嘅傳統。嗱，呢個係另一個民主嘅基礎嚟嘅。你發現佢基本上係喺嗰啲商業發達嘅地方，譬如話1000年嘅共和國就係威尼斯就係喺呢個 Florence 呢啲地方、米蘭呢啲地方咧。雖然後來都有一個貴族有個領主，但係咧個統治權都係應該選舉而生嘅。好啦。咁我哋翻去睇英國呢個傳統，英國嘅傳統咧，其中呢個有一部分原因咧，就因為咧，我相信呢個 Anglo-Saxon 係入侵呢個英國咧就冇幾耐，
佢哋原本係一個外來嘅民族，佢哋一齊去 colonize 嗰笪地方嗰陣時咧，係要經過嗰啲人嘅同意嘅，再任何重大嘅改變。於是喺地方咧，佢哋有相當嘅自治權，地方管理自己，除咗交稅之外咧，佢哋地方啲人咧就開會管理自己。審案嗰陣時咧，都係由地方嗰啲人咧投票決定。呢個佢哋每笪地方有作自己啲例出嚟，呢個就係 common law 嘅起源，同埋陪審團嘅起源。呢個其實就係呢個有一個好重要嘅民主嘅傳統。咁而咧就係當時去打仗咧，就係嗰個 king 咧係有一部分軍隊啦，其他咧主要咧就係嗰啲貴族啊，就係動員啲農民嚇。就係得幾樣武器嘅啫嘛，一係就係弓箭手，一係就長矛手，最主要係呢兩樣嘢，同埋盾牌手。佢就動員嗰啲唔使耕田嘅農民去打仗。咁於是咧，其實咧就係要得到嗰啲有啲事咧，佢係要得到啲貴族嘅支持先至得嘅。尤其是喺嗰個皇位嘅爭奪上邊啊，經常都要爭取啲貴族嘅支持。好啦。去到呢度我哋就講呢個第一個呢個類似嘅成文憲法大憲章，佢係點樣嚟嘅呢？簡單啲嚟講，呢個就係貴族權力同埋皇帝權力嘅爭奪。呢個貴族皇帝要即係嗰陣時英皇啊，約翰要增加個稅收，嗰啲貴族咧就唔肯。咁呢個英皇咧就拉嗰啲貴族。咁啲貴族咧就話你唔得喎，你要保障我哋嘅身家性命嘅安全。於是咧就夾埋咧脅迫呢個英皇，就簽咗呢個 Magna Carta。而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你唔可以隨便拉人或者充公人哋啲財產，你唔可以隨便拉人。任何嘢咧都要有證據而起訴，呢個就係唔可以亂加稅，呢個就係。當然啦，就係後來咧反悔過好多次嘅，唔係一次就達到嘅。咁呢個就係講緊 traditional 嘅傳統。咁自從呢次之後咧，好簡單啲嚟講，嗰啲貴族啊，為咗維護自己嘅權益咧，就同呢個國王咧就係鬥咗好多次。尤其是嗰個鬥嘅理由咧，後邊嗰啲咧係更加荒謬，你哋唔相信嘅。即係除咗爭奪呢個皇位之外咧，係爭奪究竟呢一個係應該係信天主教定係新教，其中係個最大嘅爭拗。呢個就喺 Stuart Dynasty 嗰陣時發生呢個最重大嘅爭拗。除咗英國之外咧，其他地方皇權咧就陸續咧就壓制咗貴族嘅權利。去到法國大革命嗰時咧，其實三級議會咧已經100幾200年冇開過，佢哋再唔召開呢啲咁樣嘅會議，其實已經咧皇權咧係完全凌駕晒所有嘅權利，呢個係只有喺英國。而呢一個英國除咗開頭為咗爭稅之外咧，其他咧就係為咗爭拗嗰個新教同埋舊教嘅問題，結果呢一個係查理斯第一世呢個人係做咗30幾年國王，結果俾人哋斬首因為佢係要強迫呢個新教，俾呢個 Cromwell 咧就做咗護國公。咁然後咧就後來咧又復辟個 Stuart Dynasty， 又到咧2世嗰時咧就又俾啲貴族推翻咗，呢個就叫光榮革命。喺呢度呢2次嘅革命，然後國會再通過咗呢個國王繼承法之後咧，就再唔俾呢個任何呢個天主教嘅唔係新教嘅人去做英國嘅國王，係1年廢除咗100幾個繼位嘅人，而將個皇位俾咗個德國人，因為咧好多 Stuart Dynasty 有血統關係嘅人咧，全部都係信天主教。咁於是咧，我又要咁樣睇翻點解呢個天主教同新教之間嘅衝突
喺英國係發展到咁嚴重，而終於呢啲貴族嘅權利同埋一啲商人嘅權利係壓倒咗呢個國王咧咁樣。其實有一部分理由咧就係咧呢一個時候咧就開始有呢一個民族主義嘅興起嘅。英國嘅民族呢個歐洲嘅第一個民族主義國家就係西班牙。西班牙嘅民族主義興起就係對抗摩斯，對抗呢個嗰啲穆斯林，就係將西班牙人團結一齊，將呢個回教徒趕出西班牙，於是成為一個民族第一個民族國家。第一個民族國家，英國咧又係呢個係喺呢一個同法國嘅戰爭入邊啊，呢個長達百幾年嘅戰爭，凝練咗英國嘅內在嘅團結。之前咧佢又要對付啲威瓊，阻止啲威瓊輸入，然後咧又同法國嘅戰爭，又驚西班牙嘅無敵艦隊。喺呢個時候咧，英國逐漸凝練成為一個民族主義國家。呢個就係伊麗莎白一世嗰陣時，而呢個去到呢一個 Stuart Dynasty 嗰陣時咧，個新舊教之爭啊，其實更重要嘅係乜嘢？英國係唔係自己話事，還是要受外國嘅勢力嘅干擾？其實真正嘅關鍵喺呢度，因為如果你信天主教，就有個教皇，嗰個咧就有個教皇啊嘛，個教皇咧就係外國勢力嚟到干擾英國，而呢一個新教咧就咁，呢個英國嘅國王就係呢一個聖公會嘅最高領袖，佢咧就係政教合一，呢樣嘢咧係本土嘅，係本土嘅，而唔需要受到梵蒂岡嘅領導嘅，而佢更加適合英國嘅民情嘅。而去到咧，我都要再講呢個咧，就去到亨利八世嗰陣時咧，我已經係非常之驚訝，就因為咧英國人咧係有咗幾百年嘅法治嘅傳統，我去到嗰陣時已經咧好講究法律噶咯，佢哋已經係唔係話國王嘅講乜就係乜嘢嘢，大家咧都拎個法律嚟講。你點知佢哋重視法律咧？好多人係律師嚟嘅，呢一個好多人係律師嚟嘅。即係 Sir Thomas More 咧係一個律師嚟嘅，結果就係、即係佢係用法律條文嚟到辯護自己嘅。你知咧 Henry the VIII 要佢哋咧就信新教，要佢哋發誓，呢、個係咁就係背棄天主教。咁 Sir Thomas More 咧就唔肯，本來咧就係 Henry the VIII 咧就好中意 Sir Thomas More 嘅，但係咧如果 Sir Thomas More唔肯根據，因為 Sir Tom 佢要脫離天主教，因為佢要同 Catherine 離婚，同個西班牙公主離婚，同 Anne Boleyn 結婚。呢、一個教皇咧唔肯再批准佢，因為嗰個 Catherine 咧係西班牙公主嚟嘅，呢、個神聖羅馬帝國嗰個妹嚟嘅，咁佢咧就俾壓力呢個教皇唔准佢咁做。咁呢個 Thomas More 係一個好虔誠嘅人啊！好虔誠嘅人咧，就佢要佢呢一個發誓效忠呢個 Henry the VIII 同埋個新教，佢唔肯發誓，佢保持靜默，咁佢哋咧就話佢叛國。咁 Sir Thomas More 咧完全係用法律條文，佢話喺法律嚟講咧就係 silence， 我唔出聲係 means approval， 係同意，我冇否定到呢個亨利八世對英國教會嘅領導。結果咧就另外揾兩個人咧做偽證，就係話佢哋聽到 Sir Thomas More 咧就話咧Henry the VIII 呢個咧係一個叛教嘅行為，因此將 Sir Thomas More 送咗去斬首嘅，其實就係咁。而嗰陣時咧已經係大力講法治嘅，所以我其實民主嘅一個關鍵就係點解呢個英國帶出嚟嘅國家地方好多時候民主能夠穩固咧，就因為佢係原來好早已經強調法治，而法治又係來自部落會議各地嘅規則。咁咧後來統一咗之後咧，
佢哋英國統一咗之後咧，英國分為6個國家，後來統一咗之後咧，每笪鄉下咧都有自己唔同嘅例子，佢哋將呢啲法例咧集中埋一齊，呢啲就叫習慣法，就變咗 common law。呢個咧就係英國嘅 common law 就係咁嚟嘅，根據各地嘅習慣編成嘅法例，而已經好，因為呢啲咁嘅法例咧係傳統好強咧，就係有佢嘅約束力啊，同埋有佢嘅 common sense 喺度。去到呢一個 Sir Thomas More 嗰陣時咧，我就係好 impressed with 佢講嗰句説話。佢話呢啲法例啊，呢啲法律啊，就好似一埲牆咁啊。佢有時咧就保護咗啲壞人喎，因為咧你就算去告一個壞人咧，你都要用喺呢啲法例去證明佢係犯咗法。咁有時你證明唔到，你明知嗰個係壞人咧，你都要放過佢。但係更多時候佢係保護咗啲好人嘅。法律呢一埲圍牆啊，係神聖不可侵犯，因為佢係保護咗好多人好人。呢兩樣嘢夾埋，就係英國式民主原本嘅基礎，好唔好啊？呢段講到換市震撼優惠，2018年比頓山莊紅酒一支750ml， 法國波爾多紅酒靚酒區，有比頓山莊係200年歷史嘅酒莊，係2018嘅混合葡萄紅酒、品麗珠、赤霞珠同埋梅洛紅酒，呈現出紅寶石顏色香氣、成熟嘅水果味同烤橡蜜桶嘅幽香，口感豐富，非常厚實，入口有黑加侖子、布冧同黑朱古力嘅美味。呢個酒仲獲獎無數，俾名釀酒師評分係92分，真係高分。所以呢個酒係入駐高級及米芝蓮星級食府同推介嘅。如果好似名人飯店、福臨門、國福樓等等，原價每支728蚊，而家4折，超級震撼價291個2，真係超級震撼價啊！咁開心嘅事，一定要分享俾朋友知。每位會員限購2支，由即日起到10月31日，只限門市，售完則止。